航母上面的电磁弹射器听起来是不是很高级？但其实它不过也就是一个 XXXL 版本的线性电机而已。你把这节课听好，出去吹牛够你用了啊！很长一段时间，航母上的飞机都是依靠蒸汽弹射器起飞的。蒸汽弹射器通过加热大量的水产生高压蒸汽，然后再用这些蒸汽推动活塞，进而推动飞机。不过这种方法呢有许多问题。第一，它就是复杂性和维护成本比较高啦。蒸汽系统需要庞大的锅炉和管道系统，不仅占用空间，还需要大量的维护。第二，能量效率低，蒸汽弹射器的能量转换效率不高，很多能量在过程当中就损失了。第三，加速不均匀，蒸汽系统的加速曲线难以控制，容易对飞机和飞行员产生过大的冲击。于是这些问题就促使科学家们寻找更加高效、更加可靠的方法，最终就催生了电磁弹射器。电磁弹射器是一种利用电磁力来加速飞机起飞的系统，其核心原理类似于线性电动机。那究竟什么是线性电动机呢？你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传统电机的直线版本。传统电动机是通过旋转运动产生机械功的，而线性电动机则直接产生直线运动，所以非常适合需要直线加速的应用场景，比如航母上的飞机弹射。其工作原理是通过电磁感应来产生运动，它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固定在飞行甲板上的初级部分与飞机相连的次级部分。次级部分通常以滑块的形式出现，初级部分包含一系列的线圈，这些线圈被固定在航母的甲板上，通电之后会产生一个强大的电磁场。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排排的电磁铁，当电流通过时，它们会产生磁力。次级部分包含与这些线圈相对的磁铁或者是另外一些线圈，这些磁铁或线圈位于滑块上，与飞机连接。当初级线圈产生磁场时，次级线圈感应到这个磁场并产生相对的磁力，这个相对的磁力于是就推动滑块沿轨道前进，最终将飞机弹射了出去。飞机的弹射步骤其实跟传统的蒸汽弹射器是没有太大差别的。它们被牵引车拖到弹射器的起点，起落架通过挂钩与滑块连接，此时弹射器的能量储存系统就开始工作了。就像我们给手机充电一样，电磁弹射器的电容器和电池开始储存能量，为即将到来的弹射做准备。一切准备就绪后，电流开始流过甲板上的初级线圈，电磁场瞬间生成，推动滑块沿着轨道飞速前进。滑块带动飞机加速，就像是看不见的手在拉着飞机往前冲。飞机在短短几秒内达到起飞所需要的速度，然后挂钩自动释放，飞机冲向蓝天，继续它的飞行任务。相比起传统的蒸汽弹射器，电磁弹射器的优点当然是不少了。它的加速可控，电磁弹射器可以精确控制加速度和速度曲线，使飞机在起飞过程当中所受到的冲击力和应力最小化，这对飞机和飞行员都更加的友好。它的能效高电磁弹射器的能量转换效率更高，相较于蒸汽弹射器减少了能量的损耗，它维修更加方便。电磁系统的机械部件较少，减少了维护需求和操作成本，它还具有更强的适应性，能够适应不同重量和类型的飞机，灵活性更高嘛。然而，就像硬币也有另外一面一样，电磁弹射器也面临一些特殊的挑战，比方说了，初始成本高，电磁弹射器的研发和安装成本较高，航母需要进行大量改造才能够安装这种系统，还有技术复杂性比较高啦。电磁系统需要先进的控制技术和高性能的电力系统，这对于航母的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及对电力需求的大胃口啦。电磁弹射器需要大量的电力支持，这对航母的电力系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所以很有可能需要配备核动力系统才能够确保足够的电力供应。那不上核动力是不是就玩不转电磁弹射了呢？也不是的主要是看谁在玩，怎么玩。对于常规动力航母，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样技术来解决电磁弹射器的电力需求。第一，我们需要先进的发电系统。常规动力航母可以配备先进的燃气轮机或者是柴油发电机，这些发电机可以在需要时快速启动并提供大量电力，满足电磁弹射器的瞬时高功率需求。第二，靠谱的能量储存系统。通过安装大容量电容器或者是电池系统，航母可以储存电力并在弹射时快速释放，这有点类似于混合动力汽车的工作原理，平时储存能量，在需要时快速释放。第三，优化的电力管理系统。航母可以优化电力分配，确保在弹射过程中将更多的电力优先分配给电磁弹射器。非关键系统可以在弹射过程中暂时减少功率消耗，以确保弹射器有足够的电力供应。最后是智能电网技术。使用智能电网技术航母可以更加高效地管理电力需求和供应，确保在任何时候都有足够的电力支持电磁弹射器的运行了。好了，今天又学到了啥呢？超级航母是核动力好还是常规动力好？美国的福特号与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似乎在向我们说明，只要选择恰当，都很好。
这两艘都是21世纪最为先进的航母，但福特使用了核动力，而伊丽莎白女王则使用了常规动力。为什么？核与非核究竟有哪些优势与劣势呢？今天咱们就来简单聊聊。美国的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于1961年开始服役，到了2012年才正式退役，服务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但你猜猜它加了几次油呢？3次。分别是在1964、1970和1990。这个通常就被认为是使用核动力最大的优势了，几乎可以实现无限续航的里程。不过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相比起航母、潜艇，甚至驱逐舰、巡洋舰在使用核动力上呢，步子都要迈得更早一些。其中的理由显而易见，核动力对于潜艇而言带来了一种可以长期在水下隔绝空气的环境里面运转的能力，真正实现了潜艇潜的本事，赋予了它几乎无限的水下潜航能力。而相比之下，以前的那些柴电动力潜艇大多数的时间都只能待在水面以上，顶多算是可潜的舰艇而已。为潜艇证明这事儿，还真是非得要落到核动力的肩膀上。所以核动力与潜艇很有必要。再来看像是现代巡洋舰和驱逐舰这一级别的水面舰艇，它们其实也是有续航焦虑的。受限于舰体空间，它们能够携带的燃料呢是有限的，少一点就700-800吨，最多呢也不会超过2000吨。以20节的巡航速度来算，只能持续开上4000到6000海里，仍然无法满足长航程跨战区的部署任务，中间非得要减压速度来进行多次的海上加油才行。如果给他们安排上核动力，一下子把续航里程提高到数十万海里的水平，当然是大大的好的。所以核动力与驱逐舰也有明显的优势。好，那么到了航母身上呢，前面的2个问题它都不是问题了。第一，航母的动力系统呢，根本就没有在隔绝空气的环境下作业的需求嘛。第二，航母的舰体有着充分的空间来携带燃料，续航焦虑在它这儿呢，本来就是不存在的。比如2战时期的美国埃塞克斯级与中途岛级航母，可以分别携带6000与10000吨的燃料，15节速度下的标准航程可以达到2万海里。再比如后来的弗莱斯特级与小鹰级，在携带了8000吨燃料后，能够以20节的速度续航1.2万海里，满足绝大多数作战部署的需求，已经绰绰有余了。所以核动力的无限续航对于航母的吸引力真的是一点都不大而且无限续航对于航母来说，更像是一个伪命题。原因有2一是解决了航母本身的续航问题，就真的完事儿了吗？没有难道航母上的舰载机它不喝油吗？它们对于燃油的饥渴程度那是远胜于航母本身的。所以航母不仅要解决自己的燃料问题，还要一并将舰载机的燃料问题解决了才行。那就是同时携带大量的航空燃油，所以即便航母不加油，在训练或者参与战斗时，也免不了要每隔几天就为舰载机停下来接受一次补给的操作了嘛。对了还包括食物、弹药等等人和机都需要的后勤物资，它们也不是能够从原子核当中碰出来的。第二，你有见过航母单独行动吗？不会嘛，它一定是需要跟别的舰艇，比如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等组成战斗编队才行的。于是无限续航的要求就扩展到了整个编队里面的全部舰艇了。要是其中有一艘是需要时不时停下来加油的常规动力舰艇的话，你核动力航母的无限续航就彻底失去了意义嘛。遗憾的是，全核动力航母编队，美国只象征性的秀了1次，而且显然还是阉割版的编队了。只有一艘长滩号核动力导弹巡洋舰和一艘班布里奇号核动力导弹护卫舰陪着企业号来了一次所谓的海环行动而已。秀肌肉的目的呢是达到了，但无限续航的说服力反而更弱了。那干嘛还要核动力？它真正的魅力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在动力，具体点说是在庞大的电力输出与蒸汽动力的余裕上，它可以在以下这几个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一是随着电子装备数量的持续增加，现代航母的电力消耗急剧攀升，对电力输出的需求呢就明显变得更高了。而对于常规动力航母来说，它的锅炉当中产生的蒸汽需要同时承担驱动推进系统、驱动电力系统和驱动蒸汽弹射器的任务。在3者的需求都变得旺盛时呢，就开始力不从心了，必须要小心翼翼地在3者之间维持平衡，才能避免因为用蒸汽发电太多而影响到推进动力和弹射动力的问题。
力。而核动力可以进行无限持续的供应蒸汽输出，就既能让大胃口的电气设备吃到饱，也能够让推进系统不必担心掉链子，可以长时间的保持30节以上的速度航行，为舰载机的弹射呢提高了效率，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被对方鱼雷和导弹锁定的可能了。当然弹射所需要的蒸汽也可以留得足足的，或者要是不想使用蒸汽，改用更先进的电磁弹射的话，那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核动力赋予出来的电力喂饱电磁弹射，那是毫无问题的。然后还有一个也许能够叫做次生好处了，那就是因为没有了需要排烟的烟囱之后呢，舰岛可以变得更小了，为飞行甲板留出了更多的空间，也让停在上面的飞机彻底消除了废气带来的腐蚀问题，整个甲板的作业效率变得更高了。美国的航母全部采用的都是弹射起飞、拦阻所回收的舰载机模式，它当然对动力输出就看得很重，再加上它的目标是全球部署，经常跨越的是宽度接近2万公里的太平洋。虽然核动力不能带来真正的无限续航，但是体积较小的它却的确允许航母带上更多的航空燃油与其他物资，对于拉长补给周期呢，还是有一定好处的。最后，它军费多啊，虽然贵，是贵得不得了啊。建造成本就已经比常规动力高出了至少50%，运营成本还要继续高出30%到50%，到了退役还不能往外卖，又是一笔不小的损失。算下来啊，就算是财大气粗的美国人呢，都是咬紧了牙关硬撑着的。那军费只有它10几分之一的英国是怎么也撑不起来了嘛？而且虽然英国自己也有核潜艇，也有能够设计、操作、运营、建载核设施的工程人员，但是相比起美国数量就少太多了。如果他们想把自己的伊丽莎白女王号造成核动力的话，就不得不面临向美国引进更多人才的情况。因为设计核动力航母不仅复杂，容错的弹性还很低。要是一开始考虑的不周全，后面再改，几乎就是推倒重来了。跟常规动力航母允许有个20%到30%的调整空间比起来呢，难度明显上升啊。又贵又不能完全自主，那这事儿就容不得商量。英国人需要的航母就不能是个核动力的了。而且看起来常规动力的伊丽莎白女王号呢，完全够用啊。首先它没那么大，其次它没有理由开到太平洋上去啊。最后，它连个弹射器都用不到，采用的是短距起飞、垂直回收的 F-35B， 又进一步的给出了不必用核的理由。于是，英美两国各自为自己的航母找到了发展路线，并且看起来呢都能够实现其目的。没有更好，只有恰好。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这张照片有点意思，其中有2个细节，我们可以来说一下。一个是布满了飞行甲板的很多像这样的小孔，它们是干什么的？另一个呢是这个身在飞行甲板前端的有点向下倾斜的斜坡。如果这张照片看的还不是太明显的话，那么这张够明显了吧？但是你又会发现啊，在现在很多的新航母上呢，又找不到他们的身影了。所以他们究竟曾经是干什么的？为什么现在又消失了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先来说这些小孔啊，其实它们并不是小孔啊，近看的话是这个样子的，顶多算是一个小坑，并且在小坑顶上还焊上了一个新型的钢筋。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啊，会联想到什么呢？总之，我联想到的是一个我在成都的宽窄巷子里面看到过的这个拴马石，有没有异曲同工之妙呢？既然这个是拴马的，那么那个就是拴飞机的了，就像这样一样。尽管航母上的飞机是可以被存放在飞行甲板下方的机库里面的，但海军有的时候呢却并不喜欢这么做，估计是嫌太倒腾了吧。所以总有一些遗漏的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呢被留在了甲板上，跟着航母一起随波逐流。为了避免它们滑动呢，就需要用专门的链条来固定它们。通常情况下，至少每架飞机上呢得要绑上6到12条才行。要是遇到恶劣天气的话，就得绑上更多了。实际上，不光飞机，任何一个在飞行甲板上可以移动的设备，比如救护车和其他一些工作车辆等等呢，在停稳以后都是要绑起来的。所以呢，这个叫做 pad eye 的东西呢，就几乎布满整个飞行甲板了。由于它们是凹在下方的，并且上面的新型钢条呢够密够平，就完全不会影响到甲板的平整度了。好了，我们再说第2个，身在航母前方的小斜坡，它们叫做缰绳捕捉器。为什么现在又不见了呢？因为采用缰绳的弹射方式基本上都被淘汰了嘛。跟现在航母上普遍采用的简单又方便的弹射杆不同啊，以前使用的是缰绳弹射，是又复杂又费料的。
具体区别呢，我们可以来看看啊。先看现在的弹射杆式啊，基本上2步就可以了。先是把飞机前起落架上面的牵引杆挂在弹射器的滑块上，然后在后面接上一根阻碍杆。它的作用是用恰到好处的力量抓住推力全开的飞机，直到弹射器开始工作才放开，以保证飞机在一开始的时候呢能够停在原地。就这么简单。好，再来看看缰绳式又是怎么做的。它呢就很像是在飞机的脖子上挂了一条项链啊。它的2端分别挂在飞机2翼下方的钩子上，然后从弹射器滑块的凹槽中穿过，接着滑块稍稍前移，把缰绳给拉直了。当然后面呢也会挂上一条专门的阻碍绳索的，起到的作用呢跟现代的阻碍杆一样，在弹射器没有往前冲之前，把飞机拉在原地。由于整个过程步骤繁多，又是挂又是检查又是指挥的，所以需要的人就会很多了。通常至少是5个人，3个人负责前面的缰绳，2个人负责后面的缰绳。即便是这样，每一次的弹射呢都犹如拆盲盒，生怕就拆出了一个不靠谱的出来。当弹射器拉着挂在飞机上的缰绳越来越快地冲向甲板前方时，飞机升空了，而缰绳就只剩下了2种命运。一种呢是直接被甩到海里面，变成一次性的喂鱼去了。在没有退役之前呢，法国戴高乐航母上的超级军旗舰载机就一直是这么做的。显然，这甩出去的都是钱呐。法国人的航母不多，甩的也不多，咬咬牙咽肚子里面也就罢了。但美国人受不了啊，所以这就带来了缆绳的第2种命运：回收再利用。当然代价是操作起来又复杂一些。在缆绳的挂钩下呢，再挂上2条捕获绳。当飞机被弹射到甲板边缘，与缰绳脱离升空后呢，原本也应该要飞出去的缰绳会被捕获绳猛地拽住，巨大的惯性呢，把它拍在甲板上，很有可能就会反弹起来，打在正在离开的飞机上了，很危险啊！怎么办呢？把下面的甲板往下翻呀，但整个往下翻又不划算啊。那就专门给它整出一块来，单独往下翻呗，这就有了这块斜着向下延伸出去的小平台了。它给拍打下来的缆绳呢预留了更多的空间，就可以有效的避免其弹起来后撞到飞机上了。不瞒你讲啊，我上初中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还以为是怕飞机弹射距离不够给额外加出来的小甲板呢。但就是很纳闷啊，它不该往上翘，怎么还往下倾斜呢？所以啊，你以前有没有也这样想过呢？有的话就在弹幕里面扣个1啊，表示咱就是战友了。当然，随着时间推移，现在这个东西只能在巴西从法国那儿买回来的圣保罗号克莱蒙梭级航母上面看到了。美国自己的已经随着最后一艘装着它的企业号在2012年退役，全面退出历史舞台了。好了，于是今天的内容也就到此为止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印度制造的航母到底行不行？先让我们来看一段视频。可以明显的看到，这艘标准排水量达到4万吨的中型航母维克兰特号，在其第2次海试的时候呢，跑出了一段奇怪的浪花。跟大多数舰船带来的一字形尾流不同，它的尾流是鱼刺形的，而且字还不少哦。看到这个画面，大家的热情就都被调动出来了，网上一片讨论的声音，纷纷都在揣测为什么维克兰特号能够如此之浪，而它浪成这样，对其战斗力究竟有没有影响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也来聊一聊。首先啊，它为什么这么浪？仔细看视频，我们就可以发现，维克兰特号的起伏呢非常明显，所以鱼刺状的尾流显然是被船手一下一下这么砸出来的。国内的文章大多把它的这个动作呢形容为磕头，一步一磕头嘛，是在请求老天保佑吗？所以印度人是非常反感的，在国外的网站上，他们就跳出来解释了，请注意你们的用语，磕头可不是什么好话，咱们要用专业的术语，请叫它重摇，而且所有船都是会重摇的呀。我们这艘呢，重摇的幅度也是在正常范围之内的。所以到底什么是重摇？当船只绕着自己的横轴上下震荡时，它就是在重摇了。引起重摇的因素很多，比如糟糕的海况，一个巨浪打过来，把船手甩到浪尖，再拍入浪谷是很正常的事情。比如呢，动力的欠缺，骑浪前行是需要力量来支撑的，你骑不了浪，那就只能让浪来骑你呗。或者再比如糟糕的设计，缺少稳定船身的必要结构，重心和漂心不在一个位置等等，都可能让一艘船在浪起来之后根本就停不下来了。所以维克兰特号究竟该对上哪个号呢？大家普遍认为应该是对第3个，因为第一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海试当天海面相对来说还是相当平静的，不太可能把重如航母那么大的一艘船呢甩成那样。第二，
当天的科目呢就是高速机动，再加上海浪又不大，说是因为动力不足，理由不充分嘛。因此就来到第3项了，设计上有所缺陷，被诟病最多的是说它缺少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球匕首。关于球匕首啊，我之前有一个视频应该讲得很清楚了，大家可以去看看。它最主要的作用是减小船只高速前进时所形成的心波阻力，从而实现高速省油的目的。但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作用啊，就是用一个巨大的鼻子伸在前面，是可以增加船只的重摇阻尼的，在一定程度上就能抑制或者减小船只的纵向摇摆了。但维克兰特号呢，就是偏偏没有这个玩意儿。这个呢就很容易让人拿出来说事儿了啊。虽然在现在的一些低速商船上正在慢慢取消球匕首，但那是因为他们本身对速度就没有什么要求嘛，用了球匕首意义也不大，反而增加了造价，与经济省钱的初衷呢背道而驰了。而你维克兰特号是一艘军舰啊，跟商船一起起啥哄啊？难道既不想要高速，也不觉得重摇会是什么问题吗？这就奇怪了啊！于是很多人嘲笑说，是负责建造的科钦造船厂没有一个把数厘米厚的钢板弯曲成一个精确3维曲面的能力啦，造不出球匕首嘛。但反驳也很来劲啊，马上就贴出了该船厂在建造带有球匕首的船只时的照片，来证明，我能，只是我不想而已。有很多人说啊，没有球匕首的航母呢，就是没有灵魂的航母。反驳的也马上给怼回来了。大部分的美国尼米兹级航母不也没有球匕首吗？你看美国的天有没有塌下来呢？总之啊，印度人说咱这个设计呢就是合理的，摇不摇什么的也是在我们的掌控之中的。所以这次海试呢完美成功。好吧，如果不关球匕首的事，那就是飘心和重心不在一起了呗。军用舰船的水线泡面呢，通常是狭长的子弹型，船舶设计者和制造商需要格外小心的为其配重，以使它的重心与飘心重合。如果两者不在同一个铅垂线上，那么只要水面稍有起伏，船只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重摇了。维克兰特号会是这种情况吗？大概不是的，因为你看啊，人家航母上还没有载有压秤的飞机啊，说不定把甲板上的飞机一装，食堂里面的咖喱打满，飘心和重心就神奇的吻合了呢。让你们这些人先傻乐一下吧，何妨呢？好吧，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有什么办法能让飞机不用加油就飞遍全球？办法很简单啊，给它装上核反应堆不就可以了吗？既然航母和潜艇上都能装，为什么飞机上就不能装呢？对啊，可以嘛。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有关核动力飞机的话题。不知道你听了它之后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呀？总之我想到的前几个问题是，这核反应堆能缩小到塞进飞机的机身里面吗？如果可以的话，那它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为飞机提供动力呢？然后或许是最关键的一点啊，辐射会有多大？好，那我们就带着这几个问题一起往下看吧。实际上，早在2战刚刚结束，人类才刚刚真切地感受到原子当中蕴藏着的无限力量之后没多久呢，对于原子能的渴望就已经渗透到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要用核电站来点亮城市的夜晚，要用核动力汽车载着老婆孩子去兜风，要用核动力火车装着梦想去远方。当然，这些都还只是民用，谈起来风花雪月，做起来呢步履蹒跚。但军用可就不一样了，效率那可就高多了。当时的美国和苏联都有各自的核动力研发计划，并且呢都渴望着同一样东西，能够不停下来加油就直接飞到对方上空的轰炸机。所以把核反应堆装飞机上这事儿，人类早就已经干过了，并且因此诞生了2架轰炸机和2台核动力引擎，分别是美国的康威尔 NB36H 和苏联的图95 LAL， 以及装在它们上面的 HTRE3 和 NK14 发动机。我们稍后再分别来介绍它们。现在先让我们一起看看这装在飞机上的核反应堆究竟是怎么给引擎提供动力的。其实只要把这两者的工作原理拿出来一看就明白了。先说核反应堆，它通过核裂变来产生热量，所以能够提供出持续而大量的热。核电站的做法呢，就是拿这部分的热去烧水，让产生的高温蒸汽去带动发电机旋转，进而发出电的。那么在飞机的引擎里面，核反应堆也是这么先烧水发电，然后再给电风扇供电让它转起来的吗？这个我们就要结合飞机的引擎是如何工作的来看看了。很巧，就在前2期呢，我们还仔细的讨论过。如果在座还没有看过的话，大家可以一会儿去补一下课哦。
飞机的涡轮发动机核心呢，其实就是要把从前方吸进来，并通过压缩机压缩之后的空气在燃烧室里面加热，使之从后面喷出，带动涡轮旋转的。传统的方式是要往燃烧室里面喷油，然后点燃这部分混合气体，使之上升到工作温度。你想想看，要是核反应堆参与进来，会接管哪个步骤呢？自然就是燃烧加热的那个步骤了，让从压缩机过来的空气以某种方式跟发热的核反应堆接触，不就完成了把它变成高温高压的炽热气体的目的了吗？哪还用得着烧水发电呢？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其实是很容易就能把原来的常规喷气式引擎改造成核动力喷气式引擎的，只需要保留前后隔开中间，插进去一个核反应堆的模块就可以了。并且呢，如果还是采用直接空气循环方式的话，就更简单了。什么是直接空气循环？就是指从压缩机进来的高压空气被直接接通到核反应堆的堆芯当中，一方面为堆芯降温，另一方面也可以很直接的从这些燃料棒身上获取热量，从而达到原先由燃烧室来对空气加热的效果。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啊，因为没有中间过程嘛，所以热效率很高，但缺点也很明显。这些跟燃料棒直接接触的空气在之后是会从引擎的尾部喷射出来的，这也就意味着啊，核辐射会随之大量的散布在大气当中，完全无法接受啊！所以与之相对，就有了一个叫做非直接空气循环的结构。在这样一个结构当中啊，通过压缩机的空气不会直接接触到反应堆的堆芯，而是会与某种中间介质来做热交换。这些中间介质呢，通常是在密闭环境下不断循环于堆芯和外界的水或者是水银，它们将反应堆的热量带走，帮它降温，也将这些热量带给压缩空气，帮它加热。由于是在密闭环境下循环的，所以好处自然是大大降低了核辐射，但与此同时呢，也降低了热效率。1950和1960年代，美国和苏联据此思路都分别开发出了各自的核动力轰炸机。美国方面，通用提供了一台由接4气喷气式发动机改装而来的直接空气循环式核动力引擎 HTRE-3， 被装在了一架也是改装的康维尔 B36 上，起名 NB36H。为什么选这架来改呢？因为美军翻遍了自己的军火库啊，发现只有这么一架是能够拖着 HTRE-3 起飞的。你就可以想象这玩意儿有多重了吧？它的裸重就有45吨，还没有算上一个由不锈钢和水箱组成的全包式屏蔽外壳。在起飞前呢，它会从防护森严的地库中直接吊装到 NB36 的炸弹舱里面。为了减少反应堆对机组成员和机载电子设备的辐射，机舱当中还应该要再加上厚厚的铅板才行啊。但是很明显啊，要是飞机真的把铅板带够啊，它自己也哪儿都别想去了，所以只能是在反应堆和成员之间装一个厚13厘米、重5吨的铅板。在成员舱那边呢，用11吨重的铅和橡胶混合屏蔽层保护起来。座舱玻璃也是厚达30厘米的含铅玻璃。1955年9月17日，这架打开了核反应堆的 NB36 首次飞上了天空。紧随其后的是一架全副武装的 B50， 一方面是监控和记录从前方飞机中释放出来的废弃的核辐射剂量，另一方面呢是预防万一遇到坠机可以快速的封锁现场。这样的实验飞行进行了46次。那这台 HTRE-3 核发动机的表现过关吗？实际上，在这47次的飞行当中，没有一次是由它来给飞机提供动力的。按照军方的说法，他们只是在测试核发动机的屏蔽效果而已，看起来相当的谨慎。不过也亏好是他们相当的谨慎啊，因为没过多久呢，这台发动机是真的由于温度传感器的故障发生了一次堆芯熔毁的事故，太可怕了。美国政府一下子就清醒了过来，想想还是不要去承担这种没有太大必要的风险吧。于是肯尼迪总统最终在自己的任期仅剩1个月的时候，终止了空中核推进的计划。再看苏联那一边啊，美国有了，苏联敢没有吗？于是同样也是在自家的发动机上改造，在自家的飞机上改造，黑科技的核动力飞机图95 LAL 便诞生了。装着核反应堆的也是炸弹舱，它是将一架图95 M 靠近机身的2台 NK12 涡桨发动机换成了专门设计的 NK14 核动力涡桨发动机改造而成的，前后也一共试飞了34次，大部分的时间呢，核反应堆是关闭的，开启的次数呢寥寥无几。但就是这么几次试验，充分验证了核动力飞机的可行性。据初步估算啊，图95 LAL 一次性能够绕地球赤道飞行80圈不停歇，前提是飞行员还没有死。
被辐射死。跟美国的 NB36H 一样，尽管在驾驶舱裹满了厚厚的铅板，但辐射剂量依然是相当的致命。所以最后苏联政府也不得不认怂，跟美国一样叫停了核动力飞机的项目。好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咱们再来看看核动力飞机有可能伴随着可控核聚变一起再度变成现实吗？我是火箭叔，关注我，咱们一起来讨论一下。1秒到底有多长？1000毫秒、100万微秒、10亿纳秒？都不对啊！准确说，它是铯133原子在2个超精细能级之间跃迁时所辐射出的电磁波周期时长的91.92631770倍。有没有蒙圈？蒙了也无所谓啊，因为接下来呢，我就要开始讲人话了。今天之所以一开场就要讲时间，是因为我前面不是刚刚讲了导弹吗？导弹想要精确的命中目标，就需要有精确的制导，而现代导弹的制导很少能够绕开一样东西。卫星定位了。据说加装了北斗导航系统的东风2.1呢，可以将打击精度提高到10到30米，比普通导弹翻上了至少20倍，这个效率相当可以啊。而在这其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居然就是时间了。时间和定位精度之间怎么会有联系呢？卫星定位为什么要用时间？怎么才能在卫星上精确计时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先来一句话答案啊。卫星定位是通过计算目标同多枚已知位置的卫星之间的距离来确定它自己的位置的，而计算它同各个卫星之间距离的方式呢，就是掐下信号从发送到接收之间的时间间隔了。如果掐得越准呢，定位自然也就越准。那么能够把1秒分成数10亿份的原子钟，就是那个掐得最准的家伙了。所以原子钟就成为了定位卫星最核心的部分了。好了，赶时间的朋友可以先暂时看到这儿，不忙的朋友呢，可以听我继续讲下去，来看看原子钟的奇葩工作原理。俗话说啊，时间就是金钱。这个呢，其实只对了一部分啊。准确的说呢，应该是这样：时间就是一切。时间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普遍常数，无论是卫星导航，还是电网供电，或者是金融网络，甚至是计算你的加班工资，都必须要依赖于准确且可靠的计时。时间也是宇宙运行的普遍常数。无论是黑洞合并时发出的引力波，还是暗物质对宇宙时空的弯曲，想要弄清楚这些呢，唯一的方法就是对时间的准确测量了。既然测量，就要有尺子嘛。那时间的尺子是什么呢？就是某样能够以恒定的速率做周期性变化的物体了。我们把它叫做参考频率。打比方说日夜变化，它有一定的周期吧，所以是可以拿来当尺子的。单摆的来回摆动呢，它也有一定的周期吧，所以也能够拿来当尺子。而且有一点很明显啊，单摆的摆动周期肯定要短于日夜变化的周期了，所以拿它来当尺子呢，尺子上的刻度会更细一些。更细一些更好吗？你们自己来感受一下啊。如果我只有1把米尺的话，那么我的身高就是1米以上2米未到。而如果我的米尺上加上了厘米的刻度的话，那么我的身高就是1米9、8、7、6、7。你看我都这么坦诚，不该在此处来个点赞吗？显然啊，1米67比1米以上2米未满要精确得多，也更有利于大家来了解我了。所以刻度越细越好。对于时间来说呢，就是频率越高越好。那什么东西的频率足够高呢？原子。物理学家们发现啊，每一种元素的原子呢，都在以自己独特的、恒定的，而且是非常高、非常稳的频率振动着。这就意味着，要是用原子的振动来作为参考频率的话，做出来的钟将会极其的精确和极其的稳定，可以测出几千亿分之1秒的时间差别，并毫无误差的工作上百亿年。这样的钟呢，就叫做原子钟了，是我们拿得出手的最精确的计时设备了。但关键是，这台钟要怎么造呢？为了讲清楚这一点呢，我们还需要先花点时间来介绍另外一个计时工具，我们可能会更熟悉它一点啊，就是石英钟了。1927年，石英钟被发明了出来，它利用的是石英晶体在通电后会发生振动的现象。其实很多物质呢，在通电之后都会发生振动，比方说你被电到的时候。开个玩笑啊！之所以选择石英，是因为它可以反过来，也就是说，把它振动起来也是可以发出电的。这个叫做压电现象。石英钟的核心就是这样一个通电能抖，抖着能发电的石英振荡器了。怎么听起来有点像是永动机的感觉呢？不过事实的确是，想要保持石英振荡器永无止境的振荡下去，只需要一点点的电就可以了。
我有一块石英表的最高记录是保持了5年没有换电池。每一个石英振荡器在出厂的时候呢，频率都被精确的调整到了32768赫兹，也就是每秒钟振荡32768次。反过来就是说，每振荡32768次呢，就是1秒钟。怎么样？这段顺口溜练的还不错吧？然后钟表里面的电路或者是机械系统就可以据此作为参考频率来精确走时了。现在，因为好一点的石英振荡器的精度可以达到每9万年误差不到1秒，对于我们的生活中很多重要的事情来说都足够了。但是嘛，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嘛。远方就要用到导航，而导航的工作原理就是利用几颗卫星共同来计算出你离它们之间的距离。怎么计算距离呢？就是看信号要花多长时间在你和卫星之间走个来回嘛，然后再乘个光速就可以了。乘个光速，也就是说乘的至少也是一个10几位的数字。你能够想象哪怕只犯一点点错，但是却被放大数百亿倍之后的画面吗？应该不是那么好看的。所以时间跟定位精度之间的关系就这么出来了。石英钟也在这个时候被嫌弃了，怎么办？只能上更精确的原子钟了。但是最奇葩的地方要到了，你万万没有想到，其实在原子钟里面兢兢业业工作的也是个石英钟。否则我为什么要花那么长时间来介绍石英钟呢？他的思路是这样的啊，石英钟好是好，但时间一长也会产生误差的。如果这个时候有个细心的领导能够敲一下他的脑袋，他不是又能继续兢兢业业的工作上一阵很长的时间了吗？你猜到了吧？振动精度更高、工作更加稳重的原子，自然就是他的领导了。很多元素的原子都可以胜任这项领导工作，比如铯原子，它的振动频率是9192631770赫兹。实际上，在现在的国际标准里面，1秒钟的定义就是铯原子这么振动91.9亿下所花的时间。那么，在原子钟里面，它是怎么和石英钟配合工作的呢？首先铯原子有2种能级状态，较低的和较高的。在通过磁场的时候呢，它们会发生不同的偏转，所以很好区分出来。而如果低能级的铯原子受到跟它频率一致的微波照射之后呢，也能够通过共振将自己的能级提升上去了。知道这些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布置这个有趣的装置了。先是让石英钟工作起来，一边精确的输出时间，一边利用压电现象输出电荷。这些电荷呢会被转化为频率正好是91.9亿赫兹的微波，让已经经过筛选全部是低能级状态的铯原子通过。按理说，通过的铯原子理应全部提升为高能级的铯原子。没错吧？但如果石英钟随着时间的累积开始产生误差，它所生成的微波也就不可能达到91.9亿赫兹了。于是，通过这个微波的低能级铯原子呢，也就升不了级，成不了高能级状态了。我们只需要在发生这个变化的一瞬间将它识别出来，不就好了吗？所以在微波的后面呢，有2样非常重要的东西了，一个是另外一个可以偏转不同能级铯原子的磁场，一个是只有高能级铯原子才能够达到的靶子。现在你看出逻辑来了吧？如果没有东西打到靶子，就说明微波没有把低能级的铯原子转变为高能级的铯原子，进一步的就说明石英钟开始犯懒了，需要敲一下脑袋了。于是，一个反馈电路马上给它一个电击，使它立马回到原本的振动频率上来。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原子钟的精度就可以达到每140亿年的误差不超过1秒钟的惊人水平。好了。已经很厉害了吧？但人类探索确实是永无止境的。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那样，时间和空间是绑定在一起的。为了解开很多宇宙的谜团呢，我们依然需要更加精确的测量工具才行。现在的原子钟依靠的是微波级的频率，如果可以用上频率更高的可见光波段，岂不能把时间的切片切得更薄吗？所以最新的研究是利用激光来控制异原子的振动，用一个更加惊人的参考频率来制造出更加不可思议的原子钟。也许在它的加持之下呢，暗物质的奥秘也能随之揭开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也让我们一起共同期待吧。U2 高空侦察机绝对不是一架正常的飞机，你光看它的起飞和降落就知道了。为了减重它只保留了机腹下面2个排成一条线的起落架。那怎么在地面上保持平衡呢？给它组上拐棍呗，就是这幅照片中地勤人员正在安装的辅助轮了。它又被叫做高翘，非常形象，有没有？等到起飞时跑起来有了一定的速度之后呢，就可以马上把它给扔下了。好吧，可是降落呢？没关系有超跑来伺候。从庞蒂亚克 GTO 到雪佛兰的科迈罗，再到特斯拉的 Model S。
车型可以变化，但唯一不变的就是必须要在一架喷气式间谍飞机降落时跟上它的步伐了。为此，用其中一名机动官的话说，就是你必须要驾驶这辆车在转弯的同时，从0加速到160，才能在 U2 的尾巴后面做好准备。听上去呢，这是一份相当刺激的工作啊，也是相当责任重大的工作，因为它几乎起到了 U2 飞行员眼睛的作用。跟在离地只有3米不到的 U2 后面，这辆肌肉车呢，需要不断的告诉飞行员它还有多少高度，它的机翼是否水平，它是否与跑道对齐等等，一直要等到 U2 彻底停稳，这辆保姆车的工作呢才算结束。可以说啊，从起飞到降落 ，U2 做起来都很不容易吧，而且还是在条件良好的陆地跑道上哦。所以你肯定认为把 U2 搬到海面上，让它从既不宽敞又没有超跑在身后的航母甲板上起降，一定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事吧？但实际上啊，在什么疯狂的事情都可能会发生的冷战时期呢 ，U2 已经不止一次的从航母上起降过了。所以，他为什么要把自己逼到从这里起降？是怎么实现起降的？以及为什么现在又不这么玩了呢？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聊。先说原因啊。U2 最初的航程呢，大约是在4800公里左右。虽然覆盖的面积已经不算小了，但是在面对遥远的苏联时，仍然是够不过去的。于是他就必须要在海外找到一些靠谱的盟友，在这里呢建一座机场，把 U2 放得更近一些。比如记录在案的航班就有从塞浦路斯、法国、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韩国等地起飞的。但 U2 的运营方美国中情局心里面清楚得很啊，把所有的牌都压在合作伙伴的手里面呢，是很危险的。有些人翻起脸来比翻书还快，这在战略上是有缺陷的。所以早在1957年，仅仅在 U2 为他们服役了几年后，就开始寻找替代方案了。事实证明啊，这种未雨绸缪呢是明智的，因为在1960年5月1日，苏联人用 SA-2 防空导弹成功的击落一架 U2，并逮捕了飞行员加里鲍尔斯之后呢，为其提供起降服务的巴基斯坦坐不住了，美巴关系陷入恶化，其他明里暗里的合作伙伴也纷纷打起了退堂鼓。不管是从外交还是从政治层面上，美国的间谍任务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如果说之前寻找海外机场的替代方案呢，似乎只是一个值得去做的事情的话，那么在1960年之后，就是一个必须要去做的事情了。关键是怎么做呢？用航母啊！尽管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其实航母的弹性真的很大啊！就在这一年，1963年的10月，美国的弗莱斯特号航母上呢，刚刚才接待过一个大家伙，翼展超过了40米的 C-130大力神运输机。既然它都能上舰，还有什么不能上的呢？所以早在几个月前呢，中情局就秘密联系了洛克希德的传奇工程师凯利·约翰逊，询问这位设计了 P-38闪电、SR-71黑鸟以及这架 U2蛟龙夫人的臭鼬工厂灵魂人物，觉得有没有可能把它从陆地上搬到航母上呢？约翰逊想了想，回答说，虽然这架飞机的确操作起来难度很大，但是只要稍加改造也不是不可能啊。吃了这颗定心丸的中情局决定大干一场，一个代号为白金的秘密计划也就紧锣密鼓的上马了。计划分为2个部分，飞机改造和任务掩盖。前者由洛克希德负责，后者由中情局负责。前者需要对机身和起落架进行特殊加固，以及装上能够勾住拦阻索的尾钩，而后者呢，只需要编个故事就可以了。他们从 NASA 那边找到了灵感，虚构了一个叫做海军研究办公室的机构，名义上是合作搞科研，但背地里搞的都是些情报。这种故事多了去了，咱们还是重点放到洛克希德那边。他们为航母任务改装的 U2 呢，被称为 U2G。第一个改变，首先是增加了更强更重的起落架，以承受左舷式的冲击力，并将刹车距离缩减到了原来的1半。同时，在起落架周围增加了更重的压力舱壁，也是为了承受与航母甲板时的撞击嘛。接着，第2个明显的改变是，洛克希德把他们为 T2V 海星喷气教练机安装的制动尾钩呢，改装到了 U2 身上，并在 U2 的机身当中加入了增强的重量，以更好的承受当它抓住航母拦阻索时施加在机身上的力量了。然后这个钩子被一个空气动力学塑料整流罩给覆盖着，只会在接近航母时呢才会被丢弃掉。既增加了机动性，也增加了保密性。
再有啊 ，U2 机呢还增加了一个机械操作的燃油喷射系统，使飞机在紧急情况下是可以倾倒燃油的，或者是啊，当它正在接近载有太多舰载机而无法安全着陆的航母时，变得不那么危险。最后，他们在每一个机翼后缘的外侧中部都增加了机械扰流板，可以通过飞机油门附近的开关来启动，在着陆前的一瞬间打开，使 U2 立刻失速，保证其更加准确的定点着陆了。中情局对这项设计啊赞许有加，认为洛克希德摸到了航母降落的关键命门啊。当然，不光飞机做调整就够了，航母上也是要有些配合的，比如用直径为1英寸的轻型拦阻索取代了飞行甲板上常见的标准为1.5到2英寸的拦阻索，目的也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传递到机身上的震动。好了，设计的再好呢，也要用测试来验证嘛。是时候让它上天溜一趟了。1964年的2月，3架改装好的 U2 机呢已经做好了准备，它们将从一个陆基的简易机场起飞，然后降落到航行在加州海岸以外的一艘突击者号航母的甲板上。领航的是试飞员鲍勃·舒马赫，他之前呢就已经干过大事了啊，就是由他亲自驾驶一架未经改装的 U2 从航母上成功起飞之后呢，中情局才因此信心大增的。所以这次啊势在必得。在先是尝试了几次触地复飞的操作之后呢，他选中时机，果断地放下钩子，准备着舰了。毫不意外，拦阻索准确地挂到了钩子，但由于力量太大，机尾被拉了起来，使机头冲下，稍稍顶到了飞行甲板上，折断了前面几根测量空速的皮托管。好在很快就修复了啊！事后证明，这只不过是毫不起眼的小插曲而已。后面进行的一系列起飞和着舰测试呢，都相当成功，甚至在2个月之后呢，还原地领了一项绝密任务，飞到法属波利尼西亚的法国新核试验场上空，侦察这一相当敏感的目标。任务相当成功啊，法国人完全就没有察觉。但这却是 U2 机从航母上起降的最后一次了。进入到1967年，比前一代大了将近40%的 U2R 投入使用，它的有效载荷呢是原来的4倍，航程是原来的2倍。中情局也依然把它改装上了舰，而且啊，为了节约空间，还把每根机翼外侧的1.8米都给翻折了上去，颇有长期驻扎的决心。但是啊，决心虽有，却动力全无嘛。几个方面啊。一是部署航母实在太贵了，二是成群结队的航母群本身呢并不隐蔽，你用它来执行间谍任务不是掩耳盗铃吗？三是都有卫星了，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还完全不怕挨枪子儿，用它不是更香吗？所以中情局便放弃海上的 U2 了。尽管海军一开始想要接盘啊，认为它是一个不错的海上情报平台呀，还改装了一架装着各种各样的吊舱出来，但最后也觉得有点鸡肋，就不了了之了，留下现在只能拄着拐杖起飞的 U2 了，否则它可能还能享受到人手扶着起飞的待遇呢。好了，今天的故事啊就分享到这儿。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用潜艇来当航空母舰，用巡航导弹来运送邮件，听起来不可思议吧？但其实呢，这都真实发生过，并且追溯起来连源头都是一样的。怎么回事呢？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虽然哪怕在今天看起来啊，潜射弹道导弹都是一个挺高科技的玩意儿，但其实美国人在1950年代呢就已经有了从潜艇上发射大型导弹的想法了。当然，与今天不同啊，这些带着翅膀的巡航导弹是不能够在潜艇没入水中的时候发射的，取而代之，它需要潜艇首先浮出水面，再升起一个倾斜的坡道后才能发射。为了验证这样的想法，美国海军先是建造了2艘被称为灰背级的柴电混合动力潜艇，让它搭载4枚巨大的天狮星2型超音速战略巡航导弹从海面上发射。成功了，看起来这就是未来的模样啊。于是受此鼓舞呢，海军又进一步建造了一艘大比目鱼级潜艇，它可以再加1枚，一共携带5枚这样的大型导弹，并且为了防御敌舰，它还装着6根533毫米的鱼雷发射管，一通加法下来啊，使这艘100米长的潜艇成为了一个5000吨级的海下巨兽。并且由于使用了 S3W 核反应堆，这个巨兽呢还不受航程的限制，想游到哪儿就游到哪儿，从而使原本只有1600公里射程的天狮星2型导弹也因此开了挂，实现了无限的射程。这样的好处被2家单位同时看中，都觉得这中间蕴藏着无限的机会啊。咱们先来说第一个。海军2战当中呢，航空母舰用真真实实的战绩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但是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嘛。5艘损失，再搭上另外7艘护航航母，让海军心疼不已啊。
所以要是能够有一种能够在把飞机放出去之后还可以下沉的航母该多好啊！而大比目鱼呢，它部署的有着机翼的巡航导弹，从尺寸和重量上看起来呢，都跟能够载人的战斗机相差无几嘛。能不能把它变成一艘理想中的能够下潜的航空母舰呢？于是美国海军以大比目鱼为基础，就设计出了一个代号为 AN-1的潜艇航母出来。它将携带着8架战斗机存放在舰体内的2个吊架内，在发射的时候呢，跟前面的挥背机一样，AN-1呢也将浮出水面，把战斗机转移到倾斜向上的支架上，使它能够以接近垂直的角度来起飞。当然，光靠飞机自己的发动机呢，显然是不够的啊，所以一旦飞机固定好，就需要为它装上单独的助推器了。飞机使用助推器来发射升空，在获得了足够的速度和高度后呢，再利用自身的发动机来保持飞行。根据海军的计划，AN-1潜艇航母呢，可以在短短的6分钟内发射4架战斗机，在不到8分钟的时间内发射全部的8架战斗机。虽然今天的尼米兹级超级航母在全速前进的情况下，每20秒就能够发射1架战机，但8分钟8架战机的发射速度，在当时呢仍然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啊！尤其是对于一艘发射后可以再次下潜的航母而言。最初，海军希望在这个新型航母上使用常规战斗机，并且短暂的考虑过使用格鲁曼 F-11F 虎式战斗机。但1950年代的航空业的发展异常迅速，以至于虎式很快就被认为太慢而无法同对手竞争，所以海军就转而委托波音公司，让他们设计出一架不仅能够实现从潜艇上垂直起飞，还能够最高飞到3马赫的飞机来。波音说垂直起飞真没啥问题，一台推力23000磅的主发动机，外加2台可回收的抛弃式助推发动机就可以搞定了。但是回收这事儿呢，还得仔细合计合计。你看潜艇航母它没有正常航母那个用来供战斗机降落的足够甲板空间吗？咱是不是也得学埃隆·马斯克一样，在海上平台上垂直降落呢？可是即便那是在半个世纪以后，也要在炸了无数次之后呢，才是能够完成的事情。在1950年代，对再有经验的飞行员而言，降落时转头看着身后在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喷气式发动机的油门，这显然魔幻的有点夸张了。稍不注意，就连飞机带潜艇一起搞成了，得慎重才行啊。于是就这样纠结到了军事格局再次发生变化了。新型弹道导弹出现了，干嘛还冒着危险偷偷摸摸的把飞机送到敌人的鼻子下方呢？还是老老实实的发展正儿八经的航母吧。AN-1呢也就不再有下文了。那咱们再接着说说第2家看中海面巡航导弹的单位了美国邮政。1959年的6月8日一枚天狮星1型巡航导弹从停在佛罗里达海岸附近的美国巴贝罗号潜艇上发射，它的目标是大约160公里外的一座海军辅助航空站。自己人打自己人，这是要反了吗？当然不是这枚巡航导弹的弹头里面呢，装的不是炸药，而是3000封一模一样的信件。它们是由邮政总局局长亚瑟·萨默菲尔德署名后寄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尼克松副总统、国会成员以及其他一些政府要员的人类的第一封导弹邮件。在萨默菲尔德将这些邮件装入红蓝2个金属桶里面，并亲自把它们放到导弹的机身中后呢，他仅仅只用了22分钟的时间，就准确地降落在了目的地的跑道上。手握这些及时送达的导弹邮件邮政局长激动万分，他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希望。他说这是和平利用导弹的最佳方式了，谁家的邮政局步子都没有我们迈的这么大在人类还没有登上月球之前呢，我们家的快递导弹就能够在几小时之内把信件从纽约送到加利福尼亚，送到英国，送到印度，送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好吧，他显然自信过了头如今人类登月已经过去了50多年了，但导弹邮件也就只象征性的飞了那么1次而已，并且呢，仅有的被邮政局长看起来是开创邮递新未来的1次呢，还只不过是美军在冷战时期利用微妙的方式向外界传递出的一个信号而已。你们看，我的导弹飞行精度如此之高，连邮局送信都可以用它，那么送什么不可以呢？不知道萨默菲尔德事后反应过来是何感想呢？好了，这个呢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